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相分析，从小拇指分析人的性格。中国的手相文化博大精深，从一个人的手相当中可以看出很多东西，比如性格、命运、运势等方面。那怎样看一个人的性格呢？不需要看手的其他地方，看小拇指即可。各位读者朋友想学习吗？跟随我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小拇指较长。一般小拇指比较长的人性格相对都比较外向一些，而且具有很强的表达能力，很有语言天赋，属于那种能说会道的类型。为人处事也比较圆滑，所以社交能力很强，也很讨人喜欢。只不过有时候会因为说话太快，给人一种口无遮拦的感觉，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得罪人的情况出现，所以有时候还是需要多加注意。二、小拇指较短。小拇指比较短的人性格则是要内向一些，在生活中给人一种敦厚老实的感觉，为人处事老实本分，待人处事都比较真诚。不过因为个性较内向，不善表达，导致这种手相的人身边朋友并不是很多，也只有真正长时间与其接触的人才能发现他们性格中的优点。但也是因为太过真诚且内向的缘故，导致这种手相的人在生活中很容易会被一些小人欺负，属于那种比较容易吃亏的类型。三、小拇指向后弯曲。将五指伸直之后，如果发现自己的小拇指向外弯曲，有点后仰的感觉，说明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外向，也是那种能说会道的类型。但是为人处事不够仗义，给人一种比较自私的感觉。他们遇到事情只想着自己，而且有时候喜欢贪小便宜，以至于并不是很讨人喜欢。即使能说会道，在很多人看来，他们也都是在吹牛罢了，不值得信任，以至于人缘并不是很好。四、小拇指倾斜。将五指伸直之后，小拇指向无名指的方向倾斜，或者是向外侧倾斜。这种手相的人在生活中比较小气，属于那种很自私的类型。虽然心的善良，喜欢帮助人，但是却不会为了帮助别人而损害自己的利益。哪怕是为了朋友也是如此，朋友有困难他们会帮忙，但如果是借钱的话那就算了。而且因为生活中太过重视利益，导致人缘一直也不是特别好。第二，14种吉祥手相文合集，看你有没有。一个人的运气好，他的气色就好，手的色泽看起来也一样比较健康。同样的，他的手相纹路看起来比较清晰，直观上就是一个思路清楚而理性的人。如果一个人的手相纹路很复杂，直观上就是一个思绪较复杂的人，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。由此可见，以相取人是很符合自然现象的，这也就是手相预测的基本原理。好手纹。一、类似米形的手纹，称为菊花纹或者六花纹，标志着幸福吉祥。二、强劲有力、清楚的手纹是好手纹。根据手纹的定义，这是好的手纹。三、X 形的手纹叫做十字纹，以手纹或山丘的意思来讲是好的纹路。四、颜色不浑浊、清晰延伸的手纹是好手纹。因此一定要加强这种手纹所代表的良好方向。坏手纹。一、纠葛般的锁链状手纹，根据手的解释，表示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二、在手纹线当中，如果出现像针扎式的窟窿，标志着身体出现疾病等方面的信息。三、中途突然中断的手纹或不连贯的手纹是不好的，加强其与代表的不好的一面。四、横切手纹形成的断掌，有被切手纹的意思，表示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一、财富线直而长。财富线顾名思义就是代表了这个人这一辈子有多少的财富。
而且还关系着这辈子的命是否很吉祥。所以说，财富限值而长的人这辈子肯定也会是很有钱的，也会是相当的吉祥的。二，手指没有间隙。现在很多人手伸出来，每个手指之间间隙是非常大的，而有的是一点间隙都没有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间隙，说明你这辈子是能守住财的，注定你这一辈子也会很富足、很吉祥。三，断掌纹的手相。其实断掌纹的手相是非常少的，而且男人如果是断掌纹的话，那他这辈子一定是功成名就，事业上也会是很成功的。因为这样子的男人命中的福禄、财运都是非常好的，简直就是男人中的吉祥手之一。四，手掌红润厚实。判断手相是好还是坏，你需要根据手掌的肤色和手掌的厚度来判断。手掌厚实、软软的，肤色也很红润的，这种手相就在暗喻着这一生会大富大贵，而且是平安吉祥。五，有不动产手纹。如果手掌上有不动产手纹，那就意味着你有很多房地产，比如房屋、土地等等，所以这种手相的人这辈子会相当的富足。六，钱财纹特别多。如果你手掌上有特别多的钱财纹，那就意味着你有很多钱，这种手相就预示着你会富足且吉祥。七，手中有直觉线。一，通天纹，即从前位到中指下方的曲线纹。八卦类象中乾为天，故此为通天纹。手相中有通天纹的人，不仅第六感觉强烈，而且往往能与天地沟通。二，通灵纹，脑线较长，一直延续到前区而形成的曲线纹。脑线即人纹线，代表人的内心、心理、思想、思维等，而前位代表人的头部、大脑、智慧、联想等。故掌纹中有通灵纹的人，不仅第六感强烈，而且反应灵活，爱好广泛，多才多艺。三，十字纹。心线和脑线之间手掌的中间部位的十字纹，由于此纹正处在手心部位，与心紧密相连，因此手掌中有十字纹的人，不仅第六感强烈，而且具有较强的预测功能，未卜先知。四，孔子目，即在大拇指指节的部位有如眼睛状的指纹。在掌纹学中，大拇指代表的是人的头部，而孔子实际上是有学问的代表。手掌中有孔子目纹的人，不仅第六感强烈，而且爱学习、爱思考，学识渊博。八，手中财库很多。手中的财库在哪里的呢？其实财库指的就是手中的细纹相互连接成一个小三角形或者四边形，这就是所谓的财库。所以手中财库越多，那就说明这个人就越有钱。九，太阳丘很丰隆。太阳丘不仅和一个人的财运有关系，而且还跟一个人的吉祥程度有关系呢。假如你的太阳丘是凹进去的，那你肯定是比较难发财的。那么如果你的太阳丘非常的饱满，那你以后肯定会是大富大贵，会有花不完的钱，而且还会非常的吉祥呢。十，夫子眼。手相中，夫子眼又称凤眼，也称天眼纹，出现在大拇指第一节指节，有一个类似眼睛一般的圈形手纹。不论男女，拇指中若有此手纹者，为人聪明伶俐，年纪轻轻便能成就一番事业，一生财源滚滚。拇指上夫子眼较为明显，说明此人一生富贵有余。11，井字纹。手相中，巽宫高凸红润，并有井字纹出现，说明此人财运会非常的旺。12，掌中有黑痣的人命好。掌中有黑痣的人一般理财能力强，即使年轻时因为家境不好，会受很多苦，但是当他们开始工作之后，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番事业。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多贵人相助，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，
并获得上司的赏识，升职加薪，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。13. 长红如血色的人命好，手掌颜色鲜红如血的人一般财运好，一生荣华富贵。不过要注意，只有整体掌色鲜红如血才是命好之人，如果只是部分掌色如此，可能预示着身体健康抱养。如果你长红如血色，但是命却并不好，不要太过忧心，可能是时机未到，可以佩戴双瑞吸财手链来催旺你的财运，增加财气。平常还可以多做善事，水到渠成，财运自然而然就会变好。14. 手指如竹笋的人命好，手指头挺直，有肉不露骨，好似竹笋，整体修长，指节有肉而圆润的人一般财运好。种手相的人可能是出身好，从小富贵双全，长大之后能够得到长辈的庇护，不管从事什么工作，都能够得到贵人相助，一生富贵双全。好了，农村人讲究手有金钱纹，一生财追人，快看看你有没有金钱纹。农村关于手相、面相之类的卜卦学说之多，已经不需多言，基本上人人都能说出来几句，而且大多数人也都认识几种所谓的面相、手相。而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农村一种常见的手相学说，手有金钱纹，一生财追人，看看这种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有没有道理。手有金钱纹，一生财追人，从金钱纹这种手相的名称和一生财追人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明白，手掌上面有着金钱纹的人，一生都是财运通天、大富大贵之人。那到底金钱纹是什么样的呢？金钱纹是手中掌纹的一种，一般位于人手指无名指的下方，形状一般为三角形或者菱形，只有极小的几率出现米字形。人们认为金钱纹是掌管一个人的财气，金钱纹显示的越是清楚，则说明财运越大，生活必定财源滚滚。当然，除了以上所说的金钱纹外，这些富豪才具备的20种手相特征，普通人占了1种就小安，2种是小富，3种是大富。我们也千万不要错过。1. 手掌柔软有肉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柔软有肉，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，这种人大多属于先天有福之人，为人聪明能干，头脑清晰灵活，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，在事业上容易成功，财运极好，尤其是偏财运，非常的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。2. 有贵人线。所谓的贵人线，又叫做生命辅助线，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。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，大多贵人运非常好，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，特别是每次遇到困难，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。3. 小手指长而不歪斜。小指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交与表达能力，它标准的长度是到无名指的第2指节，小指过长的人多半善于辞令，应变力强，这种指型最常出现在一些政治家的手上。而小指短的人较不善于表达，话说的少，事做得多，为人亲切富同情心，属于心地好的人。小指越长，说明你更有才华和财富运，处事作风也会更加圆满。拥有一个直长的小指是非常幸运的，但是小指长度接近无名指的长度，则表示特别喜欢出风头，过犹不及。4. 财运线六绣纹清晰。六绣纹在西洋手相又称成功线、太阳线，中国手相学中称为偏财纹、禄合纹、异禄纹。此纹主要为出现在无名指下肢掌上直纹。小指下肢直纹亦称六绣纹，而西洋手相称之为水星线。一般所谈的仍是以无名指下肢六绣纹为主，此线代表意义良多，如贵人运、智慧强、有偏财运、异性桃花、第六感之灵感强、有名声、事业上之幸运，还有健康运等，更属于老年运佳，
给人生有完满的结局。六绣纹的出现均代表吉兆，如果无名指下至六绣纹很长又清晰、明显、秀气，中国首相又称为鹿马纹。凡有此纹者，皆主富贵，天下一品。即使玉柱纹不算太好，也能一生平顺享福。5. 手掌有财库。手掌中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的纹路交叉成三角形或方形的闭口。掌中财库较为明显的人，一般财运极好，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，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和轻松，不用太辛苦，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。而且这种人一般不喜欢受人管束，不喜欢替别人打工，喜欢自己创业，凭借着自己的才能，往往能够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，收益不菲，日子也是越过越富。6. 掌心藏水。你可做个试验，先把手伸直伸平，就是放在水平位置上，然后把杯子中的水倒在手掌中央，1分钟后观察留在手掌中央的水，看看有多少。水的多少代表你的财富多少。所谓的掌心藏水，指的是手掌平摊开，掌心部位凹陷下去，倒一些水放在手心也不会溢出来。这种人善于理财，也比较的喜欢存钱，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和财富，属于典型的发财手。7. 手掌厚实有弹性。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，活力充沛，财运事业基础好，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干劲，努力进取，最有赚钱的本能。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，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。有此首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。8. 大拇指第2节纹多。在大拇指的第2节处，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，其人都很善于积攒财富，纹路越多，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，而且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。9. 中指比较长。中指长得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，很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，过上富贵的生活，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，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。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，做事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，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，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。10. 食指上有3约纹。一般情况下，在食指的关节处有1条横纹叫做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，就叫做3约纹。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，一辈子不缺钱花，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。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，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。11. 木星丘发达。在手相中，食指根部的位置被称为木星丘，假如此处长得饱满隆起且气色明润的话，其人财运必佳，而且大多是靠经商致富，有成为之富豪的潜质。13. 男人手如棉，身边有闲钱；妇人手如浆，财帛满仓箱。男子为阳，女子为阴。手掌的肉属于脾土，脾土主后天物质世界，也主偏财。男子先天阳气盛，那么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就大于女子；女子先天性阴，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本身就小，所以男子手软代表脾土旺盛，女子手硬代表脾土旺盛。那么脾土旺盛的人必定财运丰厚了。俗话说，福厚积银钱，富贵是有来头的，贵的前身是为人民服务，富的前身是修桥补路、慈善施舍而来。那么我们一旦富了，一定要知道如何做。慈善捐助、体恤贫苦、捐资助学，都是非常好修复的慈悲本行。手掌厚实有弹性。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，活力充沛，财运事业基础好，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干劲，努力进取，最有赚钱的本能。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，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。有此首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。16. 大拇指第2节纹多。
在大拇指的第2节处，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，其人都很善于积攒财富。纹路越多，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，而且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。17中指比较长，中指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，很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，过上富贵的生活。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，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。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，做事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，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。18食指上有3约纹，一般情况下，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，就叫做3约纹。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，一辈子不缺钱花，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。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，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。19木星丘发达，在手相中，食指根部的位置被称为木星丘。假如此处长得饱满隆起且气色明润的话，其人财运必佳，而且大多是靠经商致富，有成为之富豪的潜质。20手中多财库，在手相中，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，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，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。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，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，其人的财运会非常好，很容易大富大贵。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，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，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给大家讲讲，手上突然出现这些纹路，预示旺财运来临。手相是不断变化的，当快有财运时，有些人的手纹就会发生变化。低天居士提醒，如果手上突然出现下面的这些纹路，那大多预示财运即将旺起来。一出现了星纹，太阳丘、无名指根部或木星丘、食指根部这2个部位，任一个部位出现星纹的话，也是一种偏财运旺的表现，代表其人很有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，从而赚来财富。所以出现了这个星纹，代表了你的财运会来临了。2出现了多条财运线，在手相中，将手掌太阳丘、无名指根部或水星丘、小指根部处出现的竖向纹路称之为财运线，其与个人的财运收获、运气、成功具有一定的关系。低天居士观察到，很多人在年轻没有财运时，这里的纹路会比较少，而到中年财运变好时，这里的纹路也是相应的增加，所以这里财运线变多了，财运就来了。3出现了十字纹，在小指根部水星丘与无名指根部太阳丘之间的部位，如有出现十字纹，代表亦有意外之财到来。这种人会有意外发财的机会，通常你如果发现你这里的纹路出现了，那就代表了你的财运来到了，钱财变多了。4出现了不动产纹，手中有不动产线的人，可能会有很多房产，不管是赠送还是自己挣钱买的。如果有多条不动产线，这样的人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，财运会旺起来。5出现贵人纹，手相中出现有贵人纹的人，一生贵人运势相当旺，不管在家里还是出门在外，都容易得朋友、领导的帮助赏识。这种手相的人容易有贵人青睐，不管哪个行业会有靠山，自然财运也是没问题的，发财是个早晚问题。6出现了财富纹，这个纹称为财富纹，这个纹不管男女，一旦有这种纹路，各个方面都会表明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富贵之命，就是后天经过一番努力会成为发家致富之人。一生命途相对比较顺利，这个纹也是变化的。第2手有米子纹，富贵到永久，准得吓人。第1个形体，手后肉多有福人，手掌厚实，
手指饱满且擅长掌，干事有方案，节状稳重，属于官运之长相。掌薄掌长指短，即使其他文献再好，也无官之相。掌后背圆，一是好风光。也就是说，一小我的手掌背不露青筋、血管和骨头，掌心掌背都肉多，摸起来温暖和踏实。如许的手相则是有福泽的人。龙虎相配富贵人，手掌后使手指饱满，手相中手指为龙，手掌则为虎。手指较长其人擅长思维，手指较短其人重于步履。只可龙吞虎，不成虎吞龙，龙长虎短才是属于富贵的好的手相。第二个，符号，手内元宝纹和三角纹较着，生平不劫钱财。事业线清楚直上直奔中指，事业不变。太阳线较着，在业内享有必定的盛誉。小指财运线较着，财运丰隆，手有余钱。第三个，纹理和符号均配，宜这位女士明堂低洼，八卦丰隆，并且玉柱纹清楚了然，线过两桥，一闹事业不变，财运丰隆之象。无名指下方出现较着的米子纹，骨相疏言手有米子纹，富贵到永久之说。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，一样平常呈如今掌丘或掌心时，代表有着不错的偏财运，随意获得横财、外财或不测之财。第四个，玉柱纹清楚直上，手掌中事业线直抵中指根部，事业线的长势好，再加之其他纹线的配合较好，其人生平不必为钱懊恼，婚姻幸福，钱财充足。事业线又称命运线，其笔直向上延伸，穿过激情线中转中指根部，其人事业心很强，干事有气概气派，且率领力很强。旁边同时有一条直长的太阳线，则其才能出众，常有贵人护助，并且福泽很大，仕途中官运利势。第四个，手相重纹理、符号、形体均占者，一样平常富贵者居多，由于相不独断。其次还有一种就是掌色苍白，对人生富贵运势均有一种帮扶的浸染。掌色苍白不劫钱，福禄寿三宫高凸有弹性，事业线清楚直上，事业有成，钱财充足。第三，非常罕见的16种奇纹手相，10年难得一见，必是一飞冲天赋，好命。一、钱财纹多。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，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，常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，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。钱财纹越多越深，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，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，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。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。二、偏财纹。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，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，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。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，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，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。除了工作之外，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。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，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，就更吉利了，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。三、井字纹。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，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，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。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，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，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，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，这一生的财运亨通，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，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。四、川字纹。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，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。从性格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，具有很强的能力。
从运势发展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，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，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，会过得很富贵。5. 三约纹。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，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。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，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，钱财丰厚。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可以嫁一个贵夫，夫妻的感情稳定，生活条件也很不错。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，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。6. 祖臂纹。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，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，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，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，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。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，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。7. 三财纹。玉管照神局。三财纹上的分明，一生时运可昌荣，主命与财主，有气，一纹冲破便无情。天纹感情线，人纹智慧线，地纹生命线，是先天3大主纹，是掌中三财。这里说的三财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，3条纹身长清晰，没有其他杂纹。所谓三财纹，身家业广，治家必有一招先。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，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，因此三财纹俗称川字掌，并有男人穿掌事业顺，女人穿掌财帛多的说法。10. 三峰纹。玉管照神局。三峰堆起巽离坤，肉满高如枣样圆，光泽更加红润色，家中金玉有良田。三峰纹指的是巽宫、离宫、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，像山峰一样。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，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，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。财在巽宫，官在离宫，禄在坤宫，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，更别说是3处了。11. 六宿纹。手相歌诀，六宿入掌中，处事好心胸，贫人成大富，谋职禄位丰。六宿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，天纹上面，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，又被称为天财纹、禄合纹、异禄纹。如果在六宿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，相当于是一种辅佐，那更是锦上添花。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、创作线。如果六宿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，一直延伸到掌心，甚至到手掌底部，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。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，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，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